谢谢大家。各位专家、各位同仁，下午好。首先恭喜那个购力和咱们奥雅纳终于推出了这个智能辅助设计软件 AID。我是建研院设计五院的邬正红。很荣幸作为这个第一批的试用用户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试用心得。就一起试用的同事，就还有我们五院的其他同事。我们整体来说就是试用这个 PKPM 软件，这个 AID 的功能，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说，它延续了 PKPM 一贯的这个风格，就是对用户的使用是非常的友好的。就是对于我们实际试用时间只有大概半个月左右，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半个月的时间之内，就是应该说试用的人员已经基本上能够掌握这个初步的这个使用的功能。我觉得这个跟这个一贯 PKPM， 就是 PKPM 甚至于可以说是这个咱们结构设计的叫做黄埔军校，是不是？就是可能所有做结构的人第一个学的参数设置啊，学的软件呀，很可能就是来自于这个 PKPM 的这个前处理的参数设置。那包括这个智能化辅助设计，我觉得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桥梁的作用，这是给我最深的一个体会啊。然后我们的试用呢，就是选取了不同的结构形式，就包括框架结构、框架剪强结构、框筒，还有一些异性结构，还有就是刚才这个刘总也提到的这个地库优化的问题。然后包括的荷载呢，就是有6度区，然后到8度区，不同的地震荷载。我们做了一些这个计算的案例，然后也提了一些我们的计算结果以及我们的一些感想，还有优化的目标。下面我就来逐个的，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试用的这个使用情况。首先是一个框架结构，这是一个16米的一个框架5层，然后处于是6度区。材料和截面还有荷载呢，都是相对常规的一个荷载。然后我们进行了初步的建模，进行初步计算了之后呢，发现这个模型存在一点问题，就是流转周期比不满足。然后其他的指标呢都是可以的。然后碰到的这个使用软件的需求呢，实际上是一个可能大家切身都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建筑问我们这个梁柱截面还能不能再小？我们说小是能小，但是呢小完之后有代价。这个需求就是说硬建筑专业需求，我们怎么把这个梁柱截面尽可能的减小？然后减小之后的代价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是给这个梁柱的构件进行了分组，然后进行了优化。首先是这个智能截面优选，经过一批试用呢，我们理解这个智能截面优选呢，相对是比较适用于优化这种比较单纯的梁截面。我们选取的优化目标就是说梁高最小，然后呢配筋率呢不要太大，就是2%以下吧。然后同组的所有构件呢，是尽量让它是相同，也不要截面太乱。但是分的组呢相对细一些，就是会分成边缘构件，边缘外围的梁呀，还有次梁、主梁可能是分开的。这么去优化，然后再下一步呢，就是进行一个整体指标的优化。整体指标呢也是奔着造价最低。然后另外把这个整体的流转周期比的限值把它控制住。然后这是我们迭代之后的结果。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绿色的这些都是往下优化的截面。梁的截面大概是减少了50到200，然后柱的截面呢也是有所减小。然后减小截面之后呢，可以快速的就是依靠这个来迭代出来。那我们减小这个截面的造价的代价是12万10%。然后增加的这个造价是不是在可接受范围内？是的。那就是一个快速迭代的一个优化的一个过程。另外呢，在顺手的这个刚才的这个扭转周期比呀，
还有一些不满足的截面也都满足了。这是第一个应用场景。然后第二个情况呢，是一个框架剪辑墙的结构。这是个55米的一个框架剪辑墙，层数15层，设防烈度是7度。它的特点呢是中间可以看到就是有一层的层高是比较高的。然后由于它的层高比较高，另外呢它的这个剪辑墙布置其实也是比较偏心，也是比较散。可以在这个平面图大致看到。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个结构先天就是也是随意搭好的一个模型，它就会出来这个层刚度比不满足，层受减承载力比不满足的情况。然后另外呢少量的这个梁配筋超限，墙的减压比超限，这可能是咱们搭模型很容易出现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拿着软件去使用。我们优化的目标呢，就是肯定是经济性是要最低，然后经济性是要最高，然后要造价最低，然后要控制住这些超限的承载力比和刚度比。另外，构件的承载力呢要满足需求。然后我们对这个梁柱墙进行了不同位置的分组。首先是这个智能截面优选，还是选择了优化梁截面，然后选择的是造价最低。另外呢，梁高有一定的限制，梁高不超过于现有的已经预设进去的梁高，也就是说梁可以矮，不能再高了。另外呢，给它配筋率给一定的限制。然后接着是这个高级指标的优化，优化的目标呢是柱和墙，然后优化的方向是这个造价最低，同时呢整体指标把这个刚度比和受减承载力比作为优化指标。最后呢，构件承载力要满足。经过了优化呢，可以看到就是有部分的梁截面，是增大了的，然后部分的梁截面减小了。柱截面呢，整体是增大了，然后墙的截面呢，大部分是有所增大。也就是说，实际上它是软件是通过一定的迭代了之后，是把更需要的材料放在了更需要的构件上面。进行优化的结果，就节约造价是40万，就是大概10%。然后侧向刚度比和受减承载力比呢，很容易就达到了满足规范的要求。然后构件的配筋呢，也是都满足了现值的要求，可以说工作效率得到了提升。第三个案例呢，就是一个框架核心筒结构，这是一个超高层，高度是236.8米，然后层数是51层，设防烈度是8度区。采用的结构呢是柱是钢骨混凝土柱，梁呢是钢梁，然后里面墙呢是混凝土墙。另外呢，它还设置了这个深壁，设置了这个环航带，设置了3层的环航带，为了控制这个结构的层间围角。先初步算了一下这个结构的整体指标，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结构的这个层间位移角，是2个方向是差别是比较大的，一个方向的层间位移角是647/1，另一个方向是583/1。究其原因呢，实际上是因为这个结构它的核心筒是不太规则，是一个相对扁的一个核心筒。也就是说，按照比如说 x、y 方向墙后都是一样的情况下，天生就会导致一个方向位移角紧张，另外一个方向位移角还富裕。然后我们就拿着这个模型去做一个优化。优化的需求呢还是造价，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尽量平衡2个方向的位移角，要尽量接近。另外呢，之前有一些构件承载力不满足的这个构件需要调整。是这样优化目标。然后首先进行了截面优选，然后先把这个整体模型把它梁柱墙都选在一起，然后进行这个以造价最低为目标。另外呢，控制这个截面的承载力，要满足这个承载力的要求。通过这一步结束之后呢，实际上现在大部分构件就是基本都是满足的。然后再进行了一个整体指标的控制，
然后控制的目标呢也是造价最低。另外呢，位移角呢给了位移角的限值要求以及承载力的要求。经过这个优化呢，就是这是优化结果，可以看到就是还是这个有部分柱就是截面是增大了，然后梁呢主梁有增大有减小，所有的次梁原本因为没有可能是没有考虑组合构建，然后这个承载力还有一些富裕，这个软件自动把它也减下来了。然后还有这个 X 方向和 Y 方向的墙厚都有所减小，而且两个方向这个优化得到的墙厚是不一样的。然后优化了之后呢，结构的总造价就从原本的2个亿就一路降到了1亿7，然后总共的优化量的占比呢是13.5%，而且这个优化总体来说就是花费的时间和计算的精力不是太多的。然后看这个位移角的情况。X 方向的位移角呢，从这个647/1增大到了607/1；Y 方向的位移角呢，从583/1增大到了550/1，就满足预设的这个550/1的位移角的限值。然后构件的配筋呢，也满足要求。第4个案例呢，是一个异形一点的这个体育馆吧，是一个框架剪辑墙结构，3层。结构高度呢是21.6米，处于8度区。这是结构的这个参数情况。然后进行了一个初步计算，就是发现因为它的这个结构的核心筒都是位于结构的周边，实际上就是导致了2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刚度比呢有一点点问题，然后扭转位移比呢也是不满足要求。另外呢，就是墙的减压比随手部的就很容易减压比超限。然后进行优化的需求也是造价降低，然后控制指标，然后再满足构件承载力。对构件也是进行了不同位置的分组。然后首先进行截面优选，在控制这个配筋率的条件下，然后要求这个截面也不要超过原初始的构件，然后另外造价要最低，约束之后，然后这个进行了截面的优选。高级指标控制呢进行了进行了柱和墙的优化，然后优化的目标是造价最低，另外整体指标要能控制住，构件承载力满足要求。这是优化之后的结果，就是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梁截面是往下减了，然后柱的截面呢往下减了一些。另外它特意也形成了这个不是方形的柱，也是能够挑选出来这样的矩形的柱，去找到它的更不利的方向。墙的厚度呢也是有增有减，最后呢就是满足了这个刚度比的要求。优化之后，就是结构的造价就降低了8.1%，然后整体指标也是满足了要求。另外构件承载力呢也满足要求。最后一个分享的案例呢，就跟刚才那个刘总的案例很像，就是也是一个地下结构的这个次梁的一个优化。就是这是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设计一个商业综合体的时候，在这种复杂的开动情况下，其实里面就是楼面的荷载，而且功能不同，可能楼面荷载是不同的。然后次梁的跨度呢也是有长有短，而且整体来说非常乱。设计师要调整的话，其实精细调整工作量也是蛮不小的。然后我们的需求呢，就是说在满足这个梁高限制的条件下呢，尽可能的降低它的总造价。所以呢，就是对它进行了优化。然后在这个截面优选的这个功能里面呢，是可以能够自动筛选出所有的次梁构件。这就是相当于所有工程师不用再操心说自己去每一根梁一根一根的选了，就是自动的把所有的次梁构件都选在了一起，然后进行了一个截面的优选优化。
优化的目标呢，就是说，刚才说的就是不超过这个预设的截面，造价是最低，最后得到的这个梁截面都有所减小，然后最后节约的造价呢2%，只优化次梁，还算可以啊。然后另外就同等的也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说。实际上跟这个低烈度区的这个框架结构也很像，就是我们经常在地库的时候会碰到的一个场景，就是说，地库的净高分析，有可能设计会告诉我们说，你这个梁高能不能再矮一点，再矮一点，然后矮下去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或者说，假如说建筑不坚持的话，我们把梁高要高了之后。对我们结构的经济性会有什么好处呢？用软件可以很快告诉答案。就是首先是这个有一个初始截面，这个初始截面呢，就是最开始工程师就是靠自己经验去布置的一个截面，然后它的高度限高呢是700高，然后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呢，我们实际上就把梁高的限制就从600一直增到了800。然后再根据软件去自动的迭代，迭代的分组呢分成这个纵主梁、横主梁和次梁，因为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布的这个次梁的方向是这个双一字形的梁，所以这个方向纵向的这个主梁是持力比较大的，这也给它的优化提供了增加了一点点难度吧。然后最后优化下来的情况呢，就可以看到就是同样在700高的这个梁高截面下，它比这个之前工程师给的这个造价呢要低了5%。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梁高限值上面呢，画成了一个图，就是说x 坐标呢是这个抱歉这个。坐标反了，就是 x 方向呢是这个梁高，然后就是梁高从600涨到800高，然后这个造价呢是这个造价的相对比例，可以看到这个曲线是逐渐放缓的，就是这个红线呢是它的开始的这个切线，然后到后期比如说超过700高了之后，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再从建筑那里要过来的梁高。对这个造价的节约的这个效率就下降了。这时候还有没有必要非去要这个梁高？就是我们结构工程师可能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然后最后呢，就是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一些试用体验吧。就是有4点，就是首先工作效率肯定是提高了，有了这个工具之后，一些繁琐的工作，一些就是可能。就是个别构件不够的情况，还要逐个调再算的情况，至少说可以解决这个事儿。第二呢，就是经济性，有时候可能不一定知道说现在是不是经济的时候，有它一迭代，那至少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是不是经济。安全性呢，也是就是尽量把这个重要的构件，把关键的构件能够把它找出来。就是我觉得就是刚才刘总也提到的，就是我们那个构件管理的这个思路很好。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做优化或者做设计的过程当中，也是找寻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构件、关键构件，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还有第4点呢，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实际上是激发了这个我们工程师对于怎么做这个事情的思考吧。就是可能好多时候做设计，由于这个工程的压力啊、实践的压力，可能疏于去思考，因为最终结果是一样嘛，不管走什么路径，我最后都走到了这个终点。但是有了这个智能的这个软件了之后，实际上就是帮助我们去思考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去探寻结构优化的更多可能，开启这个智能化设计的未来。就像这个比如说咱们这个围棋或者象棋软件，实际上现在的这些象棋、围棋的高手，他们已经在尝试去学习，肯定是要学习这个软件的杀法，是软件的这个走的方式。像结构工程师呢，我觉得也不应该排斥这种事情，就是也是需要从向软件学习，
然后从里面可能能够收获一些，就是说结构工程师更加凝聚的经验啊，这是我的一点儿体会啊。然后以上就是我的汇报，谢谢大家。